今天想要大家一起学习的料理是日式便当。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120克的素紫菜鱼，1片五香素鸭，6块海鲜豆腐，1片斋鹅，100克的金针菇，8克的红萝卜，2片生菜，1片海苔，160克的珍珠米，8克的味淋，8克的酱油，15克的寿司醋，4克的糖，少许的芝麻。首先将珍珠米倒入锅里，用水冲洗干净，倒入适量的水，放到电饭锅里煮。切下大约120克的素紫菜鱼，然后对半切开。将每一块海鲜豆腐切成3等份的条状。五香素鸭切成厚片，放到盘里备用。将红萝卜去皮，切成条状，放到碗里备用。将金针菇的根部切了，分成8等份。将一大片的斋鹅切一半，然后切成8等份。将金针菇放到斋鹅上，卷起来，放到盘里备用。现在将素紫菜鱼放到锅里蒸15分钟。蒸好后，用刀在紫菜鱼上划上几刀，让紫菜鱼更好的入味。现在倒入适量的油，带
待油热后，放入五香素鸭，煎至两面稍微有点金黄后，取出备用。再放入海鲜豆腐，煎至两面稍微有点金黄后，取出备用。红萝卜一样，放入锅里煎至稍微有点熟后，取出备用。也将素紫菜鱼放入锅里煎至表面稍微有点金黄后，取出备用。现在倒入24克的水，8克的酱油，8克的味淋，4克的糖，搅拌均匀。然后放入素紫菜鱼，中小火煮至酱汁收汁。煎中需要翻面，让两面都能吸收到酱汁。煮好后放到盘里，把多的蒲烧酱汁淋在紫菜鱼上，这样我们的蒲烧鱼就完成啦。倒入适量的油，待油热后，放入摘鹅卷金针菇，炸至金黄色后，放到盘里备用。现在取出部分的米饭，倒入寿司醋，翻拌均匀。将海苔对半折，然后剪开。将一半的海苔放到保鲜膜上，再将寿司米饭均匀地铺在海苔上，然后放上海鲜豆腐、红萝卜、五香素鸭、生菜，用保鲜膜将寿司卷起来，放置2到3分钟，让它定型，这样比较好切。将海苔切成条状备用。将翻拌好的寿司米饭放入纸袋里，捏成椭圆形的形状，取出。放上五香素鸭，再用海苔条把五香素鸭和米饭包起来，这样我们的仿玉子寿司就做好啦。将刚刚包好的寿司取出，切成厚片，放到盘里备用。
每一次切的时候都需要把刀擦干净。最后将米饭放到便当里，放上蒲烧鱼，撒上芝麻，再放入寿司，放玉子寿司，摘鹅卷金针菇，这样我们的日式便当就完成啦。今天的日式便当大家觉得如何呢？是不是也想尝尝看？今天的料理所有的素料都是来自更加好这家马来西亚的厂商哦。更加好拥有25年的市场经验，广泛开发及生产豆类制品的素食家。我们先来说说这道料理吧。看完影片，大家应该也觉得做法其实不难且快速吧。这份便当里有蒲烧鱼饭、寿司、摘鹅卷金针菇，而蒲烧鱼是用他们家的紫菜鱼。蒲烧鱼配上香脆紫菜包裹着的大豆原料，会有一种鲜味，不用油炸就非常的好吃。而寿司我是用他们家的五香素鸭和海鲜豆腐。五香素鸭有着浓郁的奶香大豆香气，切开的时候呢有玉子的感觉，所以呢我用它来做仿玉子寿司。海鲜豆腐是用传统的软豆腐制成的，有着柔软多汁的口感和弹性的质感，把它包在寿司里，吃起来会非常的有口感。最后我也用了他们家的摘鹅来卷金针菇，它本身的味道就非常的够味，只要将一大片的摘鹅切成小段，卷上金针菇拿去油炸就可以上桌了，不需要任何的调味料。酥脆的摘鹅加上多汁的金针菇就是好吃。更加好的产品都是采用加拿大非转基因大豆制成的，富含蛋白质且不含反式脂肪、防腐剂及胆固醇，健康又方便，不需要解冻就可以直接烹煮了。如果有任何疑问或想要跟我们一起学习的料理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动态。这里是依然食堂，我是小兰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